人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你的人生不是你自个儿控制的，是你父母决定的，对吧？你生下来是你父母决定的，其实你父母也不想生下你这样一个人，是他无意识中，就算他有意识想把你生下来，但你这个人只是一个偶然，在众多的这个小虫子当中那个小虫子都是你爹的，然后撞见了你母亲排出来的，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圆球撞上去就有了你。所以严格意义上讲，你的人生的意义是你爹妈给你的。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一个偶然，是一个偶然不能再偶然的事。不管你对自己是否满意你对你的自己的长相、身高、胖瘦等等、肤色、头发等等，你的先决条件都不是你自己能够决定的，也不是你父母能够决定的，而是你父母的基因决定的。所以我们就有了中国人就有了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这是一个民族决定的。那我们今天探讨如此之大的一个话题，人生的意义呢，真的是比较沉重。所以我们就先从人生的乐趣谈起。我们人生的意义没法上来跟你说就全是各种鸡汤，所以我们只能说人生的乐趣。人生的最初的乐趣是什么呢？是一个很简单的乐趣它就是你生理上的乐趣。你生理上是什么乐趣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吃，一个拉，一个进一个出这是根据马斯洛理论吃和排泄都是有快感的。所以你生下来，你对外界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你依然会吸奶，吸你母亲的奶你会吮吸，这是一个快乐。所以你看那个小孩小孩都喜欢吃那种奶嘴叫安慰奶嘴。养孩子的人都知道，孩子在1岁到2岁之间就是不到1岁就几个月到2岁之间如果你给他安慰奶嘴，安慰奶嘴有的孩子一直要吃到4、5岁不建议吃那么长时间，吃那么长时间嘴唇就跟小喇叭似的翻着你把那个奶嘴往他嘴里搁，他满脸的幸福。我孙子就那样。那么你长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呢，你就会多一层乐趣，这个乐趣就是你精神上的乐趣。很小的小孩就有精神上的乐趣，这种精神上的乐趣首先来自于你感情的沟通。比如你小孩最愿意对着乐的人一定是你的父母，婴儿一看见父母就乐了，这就是情感上的一个沟通，这就是他精神上的一个乐趣。那么在之后，人就开始不停的成长，会经历很多很多事情，同时你会有痛苦。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来自的人生中第一个痛苦一定来自于疾病。婴幼儿都有发烧，一发烧这孩子就不好了，吐奶哭闹。他为什么哭闹他不舒服嘛，他说不出来，他也不舒服。所以疾病首先给你带来的痛苦就是肉体上的，疾病给你肉体上带来的痛苦会伴随你一生，每个人都一样，你随时随刻都可能被疾病击倒人一生当中你是躲过了无数个可能置于你死地的疾病，你如果有能力战胜它，你就是重新是条汉子。如果你没有能力战胜它那你就到天国去享受去了。那么我们肉体上的这种痛苦呢，慢慢你会发现肉体上的痛苦没那么痛苦，你更多的痛苦是精神上的痛苦。你得了疾病以后很多疾病你身体上的感受没那么强烈，你是精神上的感受强烈。你比如我现在每年体检，我体检的时候最怕的事是什么呢？是那个医生面色凝重地问我说：“你们家家属跟着没有？”只要他问我这句话，我就开始出汗
啊，因为我觉得好消息他会直接告诉我，恶劣的消息他一定不直接告诉我，这是我们的一个文化，他跟西方人不一样。我原来认识一朋友啊，这个在英国得了癌症，医生上来第一句话就跟他说：“你最多还有3个月的时间，你要想办法处理后事。”那中国医生一定不对病人这么说。中国医生跟病人怎么说？中国这个医生一定跟病人说啊，就知道你还有3月的时间，应该说：“哎呀，你这个回去啊，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想喝点什么就喝点什么。”他一定这么说，拐弯抹角。所以我就知道，我就不能听这个医生跟我说这些话呀。我呢，每次体检的时候，幸亏这医生没有跟我说过这个话。每次在你体检报告中啊，你看这个医生还是很神态自若的，跟你说你有什么问题，你的血脂是否高，你的血压是否合适，等等等等，这都是小毛病。你跟医生之间啊，很大程度你的精神是紧张的。你去看病，精神很紧张，所以你的痛苦啊，可能就来自于医生告知你的信息。比如我知道一事儿，我一朋友啊，也有点名啊。当年呢，他被那个海外的报纸报道说他得了这个癌症，我当时就一下我就有点慌啊，我就给他打电话问他，我一打电话他就乐。那我就知道他肯定什么事儿都没有。他为什么没有事儿呢？是因为他发现他的这个肝脏上有阴影，他去医院检查，检查的时候做了穿刺检查以后呢，医生说没什么事儿，是炎症。但是第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人是一个台湾的记者。你知道“炎”这个字儿啊，我们今天我们自己说是癌症。但是在台湾，他也念炎症啊。这个你比如有个画家叫钱松岩，他那个炎就是癌症的癌，去掉病字边啊，这个字念炎症。那我们过去啊，50年代以前，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这个癌症就念炎症啊，因为这个肝炎有2种，一种就是发炎了，一种就是癌症，所以分不清楚。那么后来就把这个癌症的“癌”这个字就单独的。我们现在标准化的发音就叫癌症，但是过去的老的称谓叫炎症。那么你说他这事儿没事儿，就是点炎症呢？台湾的这个记者听完了以后，就听成了癌症啊，所以这消息发出去了，发出去后来就道歉嘛，不停的道歉。那么好在这是一个误会啊，他本人并没有什么痛苦，还跟我乐不滋儿的跟我说这事儿。但我另外一个朋友啊，这个另外朋友呢，他就没这么幸运。他去体检的时候呢，医生跟他说呢，就说必须得跟他说你这个有问题啊，你这个基本上就是癌症，可以确认。他不相信这个医院啊，这医院3甲医院最好的医院，他又换了一个医院，那个医院得的结论跟他一模一样。他最后到了肿瘤医院。肿瘤医院专门看癌症的，肿瘤医院也告诉他确实是癌症，就没有什么可能是别的，也不做他想，你就尽快的准备手术。那么这时候他精神是非常痛苦的，你知道他自我承担，他没法跟他的这个家里人说啊，这个他就自我从内心默默承担这个事儿。他到单位把自己的工作全部都交代了。因为你去做手术，你是有可能就越来越恶化，你就没有机会再正常的回到这个社会。那么他当时他身体上并不承受痛苦，他承受的痛苦很重要的就是精神上的痛苦，跟所有人都没说啊，包括跟我也没有说。结果到医院呢，一动手术，结果不是啊，虚惊一场。然后他就找了个机会跟我去说。他就告诉我，其实最痛苦的那段时间就是精神上的痛苦。他说肉体上没有太多的感觉，所以我们就想哈，你一生中啊，你的乐趣啊，你的肉体的乐趣、精神的乐趣、肉体的痛苦、精神的痛苦，依次都会向你走来，这就是你的人生。那么到这种情况下，你会说，那我为谁活着呀？那我告诉你啊。
你首先是为自己活着，你不用跟我唱高调，你就是为自个儿活着。如果你说你怕死，那一定是你为自个儿活着。其次呢，你是为你的亲人活着。我们每个人都有亲人，亲人之间有一种维系感情的因素，叫做亲情。亲情是任何这个情感不能替代的，它是一种很缓慢的情绪，它不够激烈，它没有爱情那么激烈啊。但是它会长久的存在，所以你活着不仅仅为你自己，还要为你的亲人。再次，你为谁活着呢？要为你的朋友。人一生中啊，人是社会动物，他需要结识很多人。你比如我啊，我这个手机里啊，现在这个手机的无限的储存啊，里头没1万个人也得有8000个人啊，你认识人很多。那么这些人都是你的朋友，你有时候说我不一定是我为我的朋友活着，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的朋友失去你了，或者你失去了你的朋友，你都会感到痛苦。那么你的朋友，包括你的熟人，我不是过去讲过吗？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非是3层关系，就是亲人之间、熟人之间和生人之间。那你最后说啊，这些都是好像很功利的，你为你自己、为你的亲人、为你的朋友和熟人活着，都是很功利的，因为有利益交换嘛。那么最后呢，还有一点，你要为这个社会活着。我们社会是靠每一个人的生命构成的。我们假设每个人都没有生命，这社会就不存在。所以我们不唱高调，每个人都应该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那我们说到这会儿的时候，可以说一开始的这个话题，这就是你人生的意义。你对你的家人，你对你的朋友啊，都很重要。如果你觉得我对他们都不重要啊，那我觉得你就要去看看心理医生啊。你觉得我这个生活不重要啊，什么都很低沉啊，谁也不愿意理，那我觉得你要去看心理医生。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患。中国人不太爱看心理医生啊，中国人老觉得心理有问题呢，这个讳疾忌医啊，就不愿意跟别人说。因为中国人骂人之间有一句话，就是说你精神病、你神经病啊，都是说你心理问题。西方人看心理医生是个很正常的。心理医生有2种，一种就是完全彻底的医生啊，你到医院去找他去啊，你把你的心理的状况跟他说，然后他给你进行心理辅导和疏导，你会舒服很多。另外一个场所呢，就是你要去到宗教场所，比如过去啊，西方社会很多人呢，他会定期的去教堂啊，听这个牧师跟他这个做心理辅导。我们生活中啊，没有一个人的心理是强大到没有人可以攻入的。每个人的心理都有自己软弱的一面，都有自己的短板，所以需要聊天。比如朋友有可能都是你的心理医生啊。我们现在流行的词儿，比如闺蜜，闺蜜之间什么无话不说。但是我过去说过啊，亲人要生，生人要熟，熟人要亲，对吧？这个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它不是一个你传统认为亲人要亲，熟人要熟，生人要生，不是，它是一个轮回旋转的关系。你亲人之间要保持一个身份，熟人之间要表达一个情感，生人之间要有一种理智的沟通，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复杂的关系。如果你能很熟练地掌握这层关系，你在社会上活的就会质量很高。所以我们不要认为啊，我们去看心理医生是个很丢人的事儿。你跟你朋友啊，跟你的闺蜜之间无话不说的时候，实际上对你心灵的创伤是有一种治愈的。无论男女，尤其这个男人啊，男人他的文化塑造的形象和社会的角色呢，都是让他坚强啊，让他一个人扛事儿。女人是可以宣泄的，所以女人的闺蜜能把自己的私人的情感不停的去跟别人说，以期获得心理的疏导。
男人呢，很多时候就想不明白，就自个儿扛着，扛来扛去，就扛出病来了。我过去说过啊，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啊，不论是你从小啊，从很小的时候，你的话都说不利索的时候，你就开始学习，一直到你成年啊，到你的中年，到你的老年，都需要学习。我现在每年要接受很多大量的新生事物，很多时候需要学习，但是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是每件事你都要学的，要学会放弃。比如我曾经想学开车，后来我就把这事儿放弃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这脑子里老想事儿，如果我开车的时候想事儿，万一出了事情，我对不起别人，也对不起自己，所以我就要放弃这件事儿。就是人生还是有放弃的东西。我过去啊，在这个节目里也讲过，人生有3个阶段，我们不妨简单的重复一下。第一个阶段叫趋利，当你完成了啊你的学业，走向社会的时候，那时候你爹妈也不能管你了，学校也不能管你，你走向社会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想办法挣到钱，要证明自己的能力。当然，这个前置是不能违反法律和道德。道德是最高标准，你不违反道德是最高标准，不触犯法律是最低标准。我们如果违反了道德，你是自我谴责；如果你违反了法律，是社会制裁。啊，你比如说，我们理论上讲是不能说瞎话的，但是不幸的是，每个人都说过瞎话，我也说过瞎话。那么说瞎话的时候，它是有利弊关系的，有的是无意义瞎话，有的是这种善意的谎言。但是，一旦我们自己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行为违反了道德的时候，你内心会受到自我谴责。所以古人就要求每一个人慎独。你谨慎你一个人独处时候内心怎么想。所以我经常说一句话，你不用对所有人说，你对你自己的内心说就可以了。那我们要清楚啊，我们今天全社会，这个社会不仅仅是中国，包括全球、全世界，全社会设计的这套完整的系统是为全世界设计的，不是为你个人设计的。所以，你如果自己感到啊，你处在一个不公平的状态，我告诉你，它可能是公平的。如果你认为这个事儿对你特别公平，那我告诉你，这个事情有可能对别人不公平。这就是社会。不要老谋求所有的事情都是公平的，公平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实际上没有一个绝对意义的公平啊，因为我们人和人个体之间本身是有差异的。首先男女之间就有差异，先说性别差异，然后体能差异啊，有各种差异，先天的差异，后天的差异。所以你谋求一种绝对的公平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希望通过道德和法律的建设呢，希望这个社会趋向于公平。那么，所以我们设置了道德，设置了法律，设置了道德是你一生中追求的最高目标，设置了法律是你这个社会中的最低底线。法律是保护弱者的，对吧？那么我们的人生中啊，除了第一条我们说的趋利啊，到你第2个阶段的时候呢，啊，当你有了一点社会地位，我们现在说的社会地位不是世俗的社会地位，就是你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生活比较安定，你也结婚了，有孩子了，是吧？你觉得你趋到对应的利，我讲过，对应的利不是让你成为世界首富。中国首富、中国2富、3富、5、6、7、8富，不是这个意思，是你觉得我今天的工作，我领这份工资，我已经心安理得了，这就叫对应的利。那你开始趋名，你的趋名一定不是这个我要成为网红，我要成为一个名人啊，不是这个趋名，而是你要注重自己的声誉。我们看到自己的这个声誉呢，是包括你在单位、在家里、在你周圈的朋友中，别人怎么看你，你很在乎这个事儿，这个很正常。
当你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的时候，你非常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如果你在一个单位里，你就想啊，谁爱怎么看我怎么看我，我就这样。那我可以告诉你，你是一个人格不健全的人。你在乎别人对你的感受，你同样也在乎你对别人的感受。所以这个第二个阶段啊，人在名誉上考虑就会更多一些。我们人生会走过很多漫长的路啊，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你一生中顺利的时候，一定少于你麻烦的时候。我到今天依然是这样，我生活中经常会碰到各种麻烦，自己也生气，也愤怒，也无奈。但是我们就是要面对这样一个社会，这就是社会对你的公平。社会对你认为有侵犯的时候，有时候并不是一个不公平，是一个公平的现象，它要抑制你一枝独大。比如我们经常在这个社会中呢行走，啊，不管你到商店买个东西，还是你出门在哪儿存个车，你可能会因为一个小事儿，这个跟别人发生冲突，对吧？我们看到过啊，这个社会各种新闻中都是很多人就因为极小的一个事儿，最后惹出了人命官司。那么在这种时候，你一定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每个人在社会中生活的层面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自觉的你的生活层面比较高，那么你对于弱势群体一定要处于一种比较宽宏的状态。比如你在存车的时候为2块钱、为5块钱，乃至为10块、8块钱，你跟人家冲突啊，你说我就没那么长时间啊，我这个就不该多付你这点钱，你为这个事儿跟人冲突十分不值。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所看待的时间跟他所看待的时间，你所付出的劳动和他付出的劳动是不对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调整自己的心态，注重自己的名声是最重要的。我们很多人都说我生活不幸福啊，我经常碰到这种事儿，不够幸福。为什么不幸福啊？叫财富不能自由。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儿啊，说的最多，就是一定要让你财务自由。什么叫财务自由啊？就是花钱不用想，这叫财务自由吗？如果你真的有一天花钱不用想的时候，我告诉你，就算你财务自由了，你精神也不能自由。那么我们在这个生活中的各种交换中啊，最容易交换的一个东西，或者说不怎么花钱的一个东西，叫情感交换。两个人如胶似漆的好起来了，突然有一天，两个人分开了，其中一个人就很着急，不管男女，他会质问对方，他说：“你为什么不爱我了？你为什么不爱我了？我现在还爱着你。”我告诉你啊，如果我跟另外一个状态比起来，就跟你的对方这个状态比起来，我告诉你，他比你痛苦。你翻过来想，他不爱你了啊，你的感受是说你为什么不爱我了？如果他非常爱你，你不爱他了，你想想这种感受，你会更难过，对吧？你根本不爱这个人，这个人拼命的还在爱着你，然后你又摆脱不了，你是不是心里更难过？所以，当你在财务自由爱情失落的前提下，突然发现你得了一场大病，你才发现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存在，你是否能够病愈。你忽然发现这是最重要的。我少一点钱也不重要了，我财务自由不自由也不重要了，我的爱情能不能坚持，能不能有也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我自个儿能够健康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遇到了各种问题的时候，应该做退一步想。人生最重要的，首先是身体健康，其次是精神健康。所以呢，我们就喝点鸡汤。我们的鸡汤有很多种我现在天天看各种鸡汤鸡汤我们简单的划分至少有3种，一种就叫鸡汤全称叫心灵鸡汤你千万不要理解是那个孕妇喝的鸡汤。第二种是
鸡精汤啊，我们调制出来的鸡精汤。第3种呢，你们显然也都知道了，叫毒鸡汤。比如我看到有这样的话啊，这种鸡汤话啊，他说世界上没有不弯的路，人间没有不谢的花。人的这一生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但你努力是无限的。努力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说，努力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心态阳光的人，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我说过很多话啊，比如我们先说啊，善良的人。我们小时候做人有一个最低标准，这个最低标准就3条。第1条，说实话。说实话是对着你内心的这个感受啊。一个人常年的说实话是身心愉悦的。我见过这样的人，就是常年的说瞎话。说瞎话是他生活中的一个状态。他不说瞎话他就难过，他经常说一些无意义的瞎话。比如他中午吃的面条，你问他中午吃的什么，他非说中午吃的米饭啊。他是这样一个人啊。说实话，这是我们人生的最低目标。第2个目标啊，叫讲良心。我们今天很少提良心这个词儿啊。过去我小时候老听到大人提，就说这人有良心没良心。讲良心，做事儿不要管对得起谁啊，对得起对不起自己的内心，这就叫讲良心。第3条呢，叫做好人。做好人这个标准是不是太低了？啊，什么样叫做一个好人？我们每个人内心中对好人的标准都是不一的，但是他一定不是坏人。所以说实话、讲良心、做好人这3条，在过去是为人的最低标准，我们今天几乎把它提到了为人的最高标准。如果你能做到这3条啊，说实话、讲良心、做好人，你今天就在社会上是一个人格完善的人，积极向上嘛。所以，我们在这碗鸡汤啊，这碗心灵鸡汤的中呢，要说人生要记住的3句话啊。刚才我说的那是标准，这3句话是什么呢？看人长处，帮人难处，记人好处。我们很容易啊，每个人都看到自己，都觉得自个儿成，别人不成，这是我们社会中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处，你知道自己的长处不重要，你知道自己的短处很重要，所以要看别人的长处，对吧？那帮人难处是什么呢？急人所急啊，这个帮人所需，这是过去经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在过去啊，经常无偿的去帮助人家啊，别人有难处的时候一定就出手了。今天虽然我们的社会非常功利化啊，我们有时候是要用金钱去换算这件事儿，即便是拿金钱换算帮助人的事儿，我们也应该去多做。比如有人碰到困难了，你说我借你点钱啊，这是有交换的啊，说我这借你的钱，你能不能给我点利息？没关系，这依然是你帮助他了。再有呢，就是记人家的好处，不要老记人家的坏处。记人家对你的好，过去中国的文化中呢，很重要的一点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吧？江湖上过去2大快事嘛，一个是报仇，还一个是报恩。报恩很重要，你有能力报恩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幸福感啊，超越了以前所有。跟艺术相关，就是大家都理解的，就是这些，这个比如唱歌啊、画画啊，再有就是体育类的。体育类的天赋呢，公众一般都看不出来。你比如跑步，啊，田赛、竞赛啊，比速度的啊，比距离的啊，比弹跳力的。你比如这个游泳，游泳我原来跟过一个游泳教练聊天，他说这人一入水就知道水性好不好，啊，就是你也会游泳，你游的姿势也很正确，但是教练认为你的水性不好呢，说这种人就很难训练出来。就是你很难拿到成绩。那体育中还有什么呢？还有射击。我打过枪啊，我这个天赋打枪一般般啊，
就是永远打一良好，打不成优秀啊。那有的人也没打过枪，上去当当当3枪全是10环，优秀，对吧？我们过去对这个实弹射击的优秀的标准是平均9环，平均8环就是良好啊。我也就打一平均8环啊，打不了9环。就是你在那儿按照那个教练说的3点成一线，准星对缺口，并住呼吸，激发，你就打一8环。人家那拿起枪来，邦啷就是一枪，就打一10环，你就不如人家感觉好。所以你看我们这个特警队的那些狙击手啊，最终都是把那有天分的人给挑出来而已。当然，天分也需要训练啊。但是我们生活中不光是这个体育和艺术，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普通人的学习。学习这事儿呢，也有天赋。你比如有人就生来就是文科好，有人生来就理科好，对不对？你比如我前一阵子做一节目啊，人家那女的上说起来我们都丢人啊，那女的上来说数学不错，我说数学有什么不错呀？她说从小到大，人说我在数学上没丢过分儿。啊，人家女儿最后直接考上哈佛数学系，你一听，咱就晕了，咱真是比不了人家。咱这个脑子没人家好使，其实不是脑子没人家好使，只是在这上面天赋你不如人家，对吧？你让他去学古汉语，我估计他这天赋就不行了，对吧？学语言呢也得有天赋。这什么叫学语言也得有天赋啊？就是说你学外语，不是说你是个人就能说好，不是。你比如我早年学过英语，那英语啊就把我搞疯了。这英语我就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我上了1课我就知道我不行，上第2课我就彻底放弃了。我学英语，你说我没学过是瞎说，我学过2课，前后加起来不到100分钟，对吧？但我学日语行，那日语一说我马上就能听懂。我不是能听懂说什么，我知道他在说什么。到现在好多日语我还能说2句，对不对？我还能用日语谈恋爱。我们生活中有很多行业啊，这些行业呢，它都是你可能得有天赋才能从事这个行业，或者说你只有天赋高，你才能在这个行业能站住脚。你比如品酒师，有人一喝这酒，品这个红酒啊，品威士忌，一喝就知道哪地儿产的，这酒的质量怎么回事儿。人那舌头跟咱这舌头不是一舌头，对吧？你比如调音师，调钢琴，调钢琴是吧？调音师那对音响的那种感觉，学音乐啊，对音乐没有感受的人学起音乐来就是一个痛苦啊。你比如有人这个听音耳音特别准啊，你比如我儿子耳音就准。我有时候试他，我说你转过身去，我在钢琴上一摁，我刚摁出来，他说你摁一半音。啊，我马上才听出来，我哪知道什么叫半音？我听着钢琴都一声，对吧？这我们就不行。你比如我认识这个指挥啊，名指挥，指挥厉害，看他排练，你都觉得神奇。那么大一交响乐团排练，突然一停了，拿着那个指挥就指一人说：“你怎么弹的？你怎么拉的？”你想拉小提琴那一片人呢，有一个人拉错了，他听得见。你让我们怎么去听这声呢？听不了，所以我们这天赋就不行。电视上有台节目叫《最强大脑》，很多人都看了啊。你比如有人有超强的记忆力，有人有超强的辨识能力，对不对？超强的辨识能力呢，那这个微妙啊，这不是我们能想的。你比如公安部过去有一个不法专家，几百个人走过去，他马上就知道哪个人是罪犯。那不法专家就说：“我看这都不算难的。过去小时候是看羊走道的。”几百个羊走过去，他知道有一个羊不是他们家的，或者说几百个羊走过去，他知道有一个羊混在里头是他们家的羊。那羊蹄子就2瓣，走在地上，那有啥不一样？咱看着全是乱的，人家就能辨识出来。所以他这个，你看那个不法专家看着脚印就知道这人大小、男的、女的啊，走道有什么特点啊，他马上就可以断定，他太厉害了。所以我就说啊，这天赋。咱不必自卑，人人都有，你不知道在哪儿啊？只要你在某一项能达到天赋100分，您就是天才。比如音乐天才啊，莫扎特啊，神童啊，3岁就能显露音乐才能，4岁就跟着爹呢学钢琴，5岁就作曲了，6岁跟着这父亲学小提琴，8岁就创造了奏鸣曲和交响曲。
11岁写歌剧，哎，人家短短30来年啊，人留下600多首曲子啊，咱跟人家比起来，咱连白痴都不算啊，咱没这音乐细胞啊。这不是细胞，它是一天赋，上天给他的，他只不过把这个事儿给激活了。我们每个人在某一项上假设有天赋，我们分为100分。我刚才讲了，100分是天才满分，0分是白痴，但我们往往都是10分8分，是吧？高的时候有个30、40分，那你这事儿呢，就算凑一热闹，学不会。有这样一说法啊，天赋是命。潜力呢是运，这天赋是命呢，这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你强求不来。这潜力呢是运，这运呢你可以自我把控啊。所以大多数时候你需要自我有一个评估啊，评估自己在哪个方面有天赋。其中呢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老觉得我自个儿评估特别难啊。你说怎么难呢？因为你在临界点上。比如啊，你天赋有100，那您是一天才，摁都摁不住。您是一天才，用不着多说。你说我天赋是0，那您就是一白痴，你也甭用去学。但我这天赋呢，就50、60分、60、70分，您整在这临界点上，你自个儿判断起来确实有困难，怎么办呢？你希望求助于专家替你判断，啊，你比如。我过去啊，作为一个专业的文学编辑，有很多人写小说，那作者就是一误会。很多人啊，老编辑碍于面子，老鼓励他说：“你努力学习啊，多写多练，这事儿肯定不行。”那我就直接告诉他，我说：“你拿你这时间干点别的去，千万别在这上面努力。你努力也不能获得成功。文学是艺术啊，它必须要有天赋、有感受啊。您那话都说不利索，您搞文学肯定是不行，对吧？你比如我见过音乐考试啊，音乐考试，这个家长带着孩子去了，结果那等级比较高，没通过，老师不给分，通过不了，那家长就不干了。家长说：“哎，我们这孩子拉的跟那个收音机里一模一样，怎么就不成啊？”老师说：“毛病就出在这儿，就是因为这一模一样。”你技术超越了感受，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们的艺术中就2类嘛，一个是你的感受啊，您说这人感觉好，这就叫感受；还一个是技巧，说我这拉琴的技巧超过了感受，你永远不得表达，没有人看你技术。如果你这人拉琴的感受特别好啊，感觉很好，你即便技法上有些错误，都不妨碍你的表达。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人说我喜欢，你喜欢也不成，啊，你比如有人跟我说我特喜欢鉴定文物，那人我一看没感觉啊，你这辈子别学这事儿，因为鉴定文物它需要你对事物有一个极强的敏感，有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分析。如果你做不到，你拿起来就老是陷入一种技术上的一个活儿，你就永远停留在这个表面之上，啊。那么一个人如果不能正确的评估自己呢，那你就是浪费人生啊！所以我们的文化中呢，很多呢就是有时候也比较毁人，叫知难而上啊。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是我们过去文化中很重要的一支。那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是武松可以，您要不是武松，您上去就是一块肉，让人吃了拉倒。所以这不是说明知山有虎一定要向虎山行，知难而退是一种选择。不行，我退了啊！你比如台湾首富啊王永庆去世有几年了，他女儿王永红啊，当年就是学音乐的，人自个儿说啊，我学了3月就知道自个儿不行，转学了经济，幸亏转学了经济，这人就是一个聪明人。啊，我们老说扬长避短，你怎么避去自己这个短？学了经济，最后接了爹这班，把爹剩下的这一大摊子管理起来。如果当年学了音乐啊，音乐也一事无成，今天这企业也管不了，那你什么事都干不成，对吧？评估是这样啊，旁观者清。比如你到了音乐学院，找到最好的教授，你唱2嗓子，那个教授一定告诉你成还是不成。你到画院去啊，大画家一看你，马上就知道你这孩子将来能不能成事儿啊，他会告诉你你的天赋多少，你就自己
大概有一个估计啊。你比如我在乡下插队的时候，我们这有一人喜欢拉小提琴，天天练。哎呦我的妈呀，他那提琴一拉一溜房子里的人都不安生，太难听了啊。但是他自个儿特别勤奋，每天早上他先起来啊，那在乡下在农村当知青呢，天天拉这小提琴。说句实在话，一点美感都没有。这人到最后我都觉得他不可能成功啊。他自己摧残自己的同时摧残这艺术，所以放弃有时候并不是错啊，坚持有时候是一个大错啊。那么我认为今天啊，跟我们过去这个年轻的时候那个社会有完全的不同，就是今天人的天赋不会埋没，我们年轻的时候随时可以埋没。为什么？你说这孩子学音乐学绘画，那家长说你学这干嘛？不当吃不当喝的，赶紧给我工作，所以把这事儿就耽误了。您就是有天赋，你还得有一个努力呢，对吧？这个今天就不会，今天这家长这孩子刚画2笔画，哎呦，我们这孩子画得好啊，快成了毕加索了，赶紧去学习，是吧？赶紧送美院，所以一点都不耽误。其实今天不是不耽误，只是浪费，大量的人生都浪费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不是说学习不好，你应该学什么？我们简单的说啊，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成功啊，我们先说跟天赋有关的事儿啊。天赋，我刚才说一个人最好的天赋就是100%，那是天才，你不用问，你达到100%，你干什么就成了。那么天赋在我们生活中能占多少呢？在你的学习当中呢，你占大概，我过去认为占20%，我现在觉得可能还多一点，30%，20-30%。一个人在这样你学习的一个领域，不管你是学艺术啊，学唱歌，学器乐啊，学体育，你还是学这个数理化，你还是学外语啊，还是学医，你学什么都行啊。你经过正常的努力，正常的教育。一般情况下，你不傻不捏的话，你达到一个及格分没有问题，60分。如果你天赋有30分，你咣当就是90分。那么有人说我经过非凡的努力啊，我比人家苦，我早起晚睡，我笨鸟先飞啊，我先再加个10%，你也就70分，剩下那30分是天赋。你说我天赋里我天赋不多，我只有个50分，那你就占15分，你的成就能达到85%啊，85分很好的成绩了。对吧？你说我的天赋整体是100分是满分啊，50分是一半，那你融到这30分里就变成15%了。所以你要评估自己这30分到底能拿到多少。从某种意义上讲，你这天赋是免费来的。所以你就能看到啊，在学校里各个专业中学习最好的人一定不是最用功的。如果我们社会的逻辑是最用功的人一定是学习最好的，那所有人就用功就可以了，但这不一定。你比如你到外院去看啊，学外语的人，那天赋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国家派到联合国的所有的同声传译都有语言天赋，要不然你没法做同声传译啊。现在做同声传译的人越来越多呀，我使过有英语的、法语、德语都使过。有的非常好使，你说什么它都能翻过去，它反馈回来的所有的语言都特别舒服。那有人就不行，你说完了，它反馈回来根本不是你说那事儿，那你知道这个翻译就不成。所以我们在学习中啊，你要评估完自己的天赋以后，你就不会大量的浪费时间，对吧？那我们就说，那我这人没什么天赋，我就不行了吗？不是，每个人啊，我先说你都有天赋，只不过你存在的地方不知在哪儿，你要自己把它找出来。你找出了天赋，你又喜欢这一段，那你去努力，你就比较容易获得成功。如果我们天赋不足，还有什么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人生啊，每个人都有一个东西叫潜力，能挖掘出来的。天赋可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但潜力每个人都有，就看你如何把它激发出来。你通过反复的练习可以提高。哎，我这人就算没有音乐细胞，我从小就学这器乐，我也肯定比一般人这个弹奏的好，对吧？那么潜力呢？有人说，那这潜力怎么就挖掘出来？我告诉你，什么叫潜力，每人都有啊。我们举个例子，盲人啊，看一种文字叫盲文，那我都见过，我都摸过啊。
盲人学过盲文以后呢，可以手摸着这个盲文呢，边摸边朗诵。那对于我们这种明眼人来说呢，这太难了，这想象的不可想象。你别说你让我手摸出来这些点，这种凸起的点儿哈，你就让我拿眼睛看这个眼前这盲文，我也没法去分辨它。你要跟明眼人说学盲文，你都觉得一辈子都不可能学会。我告诉你，一旦你眼睛看不见，你一定就会学会。这就是你的潜力得以激发。我看过一个报道啊，这个报道呢很有意思，他是一个钢琴的调音师啊，现在叫调律师，音律嘛。这女孩叫陈燕啊，从小致盲啊，我第一次看她这个事儿的时候非常感动，感动的我热泪盈眶。就是她姥姥啊，她父母把她遗弃啊，她姥姥来把她养大，她姥姥就跟她说你如果拿着那个盲棍啊，就是这个，我们都知道盲人都是拿一个棍儿在前头探着。他说你如果这样的话，你终身活不出样子来，你必须摆脱它，就是没有眼睛跟有眼睛一样，跟常人一样的生活。那怎么办呢？他姥姥训练他，你不小孩都喜欢吃冰棍吗？他姥姥往地上扔一5分钱，往地上一扔，只要你能捡起来，你就拿着它去买冰棍。我们今天要把眼睛蒙上，你地上扔一钢镚，我估计我摸一天我也摸不着。但是他呢，因为没有眼睛，就凭这个听力，到那儿就捡起来，很快就学会了听声音，听声音的反射。我们眼睛啊，看到所有的事物都是光的反射，那么你没有眼睛，你看不到的时候，你就听声音的反射，对不对？声音反射是不一样的，只不过是我们看不到。结果他就经过严酷的这种训练啊，他现在可以戴着个墨镜啊，不用拿着这种盲棍就直接上街。他凭借对声音的这种敏感，像蝙蝠一样的生活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蝙蝠，我看过那个试验啊，就在一个大空间中挂满了各种障碍物，这蝙蝠在里头穿梭自如，它是靠声音的各种反射来调节自己的动作的。还有什么呢？用脚生活的，用脚篆刻，生活都很正常了。我们看到很多视频啊，男孩女孩都有，就是从小啊意外的失去了双臂以后，这脚什么事儿都能干，啊，吃饭、洗头、洗脸，什么都能干，对吧？那现在我看有的篆刻家用脚篆刻，那高级之极刻的，所以这些都是人的潜能。人的潜能呢，往往是在最后的时刻，就是最困难的时候才能够激发出来。当然，他要付出超出常规的是一种努力。